阿根廷最新发布的通货膨胀率，2024年11月月环比通货膨胀率为 2.4%， 相比2023年12月最高的 25.5% 下降了非常多。按照年同比来看，从4月份最高的 292% 下降到11月份的 166%， 下降幅度很大。但是从绝对值来看，依然很惊人。如果再往前追溯10年，2015年最低的通货膨胀率也有 14.5%。这对于生活在正常国家，通常通货膨胀率只有 2%到3% 的我们来说， 14.5% 依然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我忍不住要问，为什么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这么高，并且还在持续飙升，还在2023年之后超过了 100%、200%， 甚至直奔 300%。经济当然是很复杂的，但是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一定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太多，超过了真实经济增长的需要，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钱发多了变毛了，能买到的商品变少了。从这张图我们能够很直观的看到阿根廷的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水平的增长趋势。蓝色的线是阿根廷从2015年到现在货币供应量 M2 的变化趋势，灰色是阿根廷对应的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化趋势，也就是我们说的 CPI。 我们可以看到 M2 和 CPI 是完全正相关的。我们再看看阿根廷 M2 的月度变化率和通货膨胀率月度变化的曲线，也是非常强的关系。2023年12月，在1个月之内 M2 环比增长了 48.8%， 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 25.5%。 然后2024年 M2 供应量缓慢的增长，月度通货膨胀率也跟着慢慢降下来。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定是因为阿根廷央行发了太多货币，结果导致阿根廷严重的物价上涨。那我们进一步要问，为啥阿根廷央行要发这么多钱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国家的央行一样控制货币的供应，让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上呢？比如 2% 到 3%。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因为阿根廷政府没钱，所以让央行通过印钱的方式来支付给阿根廷人民的高福利、高补贴这里我们具体说一下，阿根廷的上任总统费尔南德是偏左的庇隆主义者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承诺给阿根廷人民各种高福利、高补贴，然后当选上阿根廷总统，并且为了能够连任，持续的给人民增加福利，也就是所谓的用福利买选票。那他推动了阿根廷的养老金和政府部门工资大幅增加，并且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对很多公共服务，比如水电、燃气等采取价格限制，还对租房、医疗、交通等进行补贴。这听起来对阿根廷人民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政府做这些事情它是需要钱的钱从哪里来？正常来说，阿根廷政府可以通过收税来支付这些政策福利，但是阿根廷政府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收入加起来还不够支付的，而且阿根廷人民交的税也很高了，如果再增加税率，阿根廷的经济只会更糟糕。那还可以怎么办呢？理论上，阿根廷政府还可以通过发行国家债券来向阿根廷人民或者是国际上的投资者借钱，借这些钱来支付福利补贴。但问题是，之前阿根廷已经出现过几次债务违约还不上钱了。那政府和人一样，借了钱是要还本金和利息的。如果别人觉得你不会还钱想要再借可就难了。那税收不够又借不到钱这个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只能动歪脑筋了。历史上很多政府也都这么干过，并且最后的结果基本上都是恶性通货膨胀。这个歪招就是让央行多印钱，然后用印出来的钱来支付各种福利补贴。费尔南德就发现没钱了，命令中央银行多印钱，用超发的货币来给人民发养老金，给政府官员发工资等等，这就导致货币供应量 M2 的高速增长，随着时间的积累引起了物价的上涨。所以阿根廷的问题核心在于超过经济承载能力的高福利。理论上，如果米莱能够削减部分福利，停止央行过度供应货币，并且能够稳定住一段时间，可能需要3到5年，阿根廷经济就能慢慢的回归正常。我们从数据也看到最近几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也的确是降下来了，并且阿根廷黑市上的真实汇率也逐渐的稳定下来。但是削减福利毕竟动到了很多人的利益，甚至很多是低收入人群，并且削减政府的财政支出之后，短期内还会导致失业率和贫困率上升、GDP 下降等负面影响。所以难点在于整个阿根廷的情况能不能支持这些政策维持3到5年，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持续关注的地方。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如果米兰能够说服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愿意借钱给阿根廷，让他挺过这段时间让阿根廷国内的老百姓对经济改革的痛感不要太强烈，那么米莱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历史上1989年波兰也进行了类似阿根廷现在的经济休克疗法，在过程中得到了美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共几十亿美元的支持，最后成功的遏制住了恶性通货膨胀，建立了良好的市场经济。从现有的消息来看米莱还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援助，希望阿根廷人民能挺住，不要再回到以前靠滥发货币来支付福利的老路上。